对北京政府来说，我认为在钓鱼台的主权这次的冲突上，他已经对日本做了极限施压了。这个极限施压就是说，你不收回这个言论，我就一步一步的进逼。你有种你就来打我，那我们到时候就看谁在这场冲突里头谁会吃大亏。那么他已经吃定了一个没有在美国背后帮他撑腰的日本。根本就是一颗马吉啊，就是一颗软柿子。所以日本长期以来的狐假虎威，不就是因为仗着背后老大哥吗？北京对日现在是实施最后的军事通牒了吗？最新消息，4艘的中国海警机炮舰已经长达3个小时的时间，持续的压制日本的船只。钓鱼岛现状是否已经被改写了？日本还会继续的挑衅下去吗？第二点来关心的是，来自于美国智库这边做的一个兵推哦，有关于如果中国大陆侵台，那美日台如果一起加入战场的话，恐怕这边说会付出惨痛的代价。而另外一个数据也显示，就算今天日本是保持中立的态度，不介入战争当中，死伤人数恐怕高达4600多人。如果真的介入的话，伤亡人数有没有可能倍数爆冲呢？这是第二点，我们会来做关心的。最后我们来看到的是，那有关于其他国家的态度，不管是美国或者是欧洲的态度，针对于这场中日的冲突又是如何呢？来看到北京已经2度的把日本告上联合国了，美国却是到至今完全的沉默。法国则是因为经济的考量的关系，现在态度导向中国。日本现在一头热，自己往前冲，高市会不会自己害了日本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解读。赶快来看到中日的这场对撞已经升级到武力冲突了吗？特别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在钓鱼岛的海域这边火光四射啊！来看到的是最新消息，日本的瑞宝丸的号船这一艘船已经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的领海之后，中国这一次是完全不客气了，直接来做反制。2个动作，先来看到出动了4艘的海警船，还有全部呢都是搭载的这种重型的机炮，并且依法驱离，强势执法。刚刚提到了3个小时持续的压制日船，中国海警的发言人也最新特别提到了，他说钓鱼岛跟附近的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日方你必须要立即停止一切任何侵权挑衅的行为。反观日方的方面，只能现在是求于这些外媒来特别做报道，说中国大陆侵犯了领海。但是我们来看到实际的数据，中国海警今年已经29次了，持续的进入钓鱼岛的海域之内，而且是连续18天都是存在的。国际是这样做解读的，中国这一次对于日本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示警了，是一种宣示一个新的状态。钓鱼岛，换句话说，中国认为是自己说了算，要日本别再做梦了。节目一开始特别来请教委员怎么看了？4艘中国的海警船机炮全部都架好了，现在是准备要武力来实收钓鱼岛的意思吗？未来中日海上摩擦会不会看起来往越来越频繁的方向来做发展？委员怎么看？对，我想钓鱼岛事件的发展到现在哦，你只能说是日本政府活该哦。原本他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现在台湾还没事了，日本就先有事了。那么这关键就在于高市早苗自己的失言风波，那么他迟迟到现在不愿意收回他当时错误的言论。可是对北京政府来说，很显然他们不会善了了啦。那么我曾经提过说，前一段时间我在这个上海，我看到了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电视台每天晚上的这个夜间新闻的报道，先骂高市早苗20分钟，然后接着才报其他的新闻了。你要知道，当所有他的文宣机器都展开的时候，代表14亿的人只要打开电视看到的都是同样的内容。那你更不要讲在过去这几年哦，我想大概过去10年、15年吧，你到中国大陆去哦，你打开每一台的那个晚上的卫视的这些这个陆剧哦，大概有80%都在讲抗日，就是怎么样抗日，怎么在上海对付这个伪政权，怎么样对付日本的间谍，他讲的都是这个内容哎。所以其实中国大陆的人民对日本的这种国仇家恨是从来没有忘掉的。那再加上这一次这个北京政府又敲锣打鼓的这个拉高分贝、提高知识，在国内做这么大广泛的这个宣传哦，那当然你就激起了很强烈的民族主义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今天这个高市早苗的失言风波没有
讲个清楚，说个明白哦，分辨个是非的话，其实坦白讲，你北京政府怎么对内交代呢？所以你反过来说，当他敢对内采取这么大动作的来做文宣、来做诉求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打算这件事情一定要给日本一次痛击，一定要叫日本想办法把这句话吞回来。那为什么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骨牌效应嘛，就在这些年来，你看到西方国家、美国的这些盟友不断的在玩擦边球，不断的在做一些这个当时的什么2758号决议文的解释啊，台湾地位未定论，每一个国家都在干这件事情。你看到美国这些盟友都在玩这个把戏啊，所以其实坦白讲，对北京来说，他就是挑一个最欠揍的打一顿就对了。你说要去修理德国、修理法国，可能有点累，又有点远；打日本刚刚好，就在隔壁了。然后呢，这个打起来也是游刃有余哦。所以对北京来说，我觉得如果今天高市早苗不撤回他的错误发言的话，必然在这件事情上，北京是不会收手也不会善了的。那既然是如此，他要做什么呢？这就是北京政府厉害的地方了。他为什么挑钓鱼台？因为钓鱼台本来就有主权争议，就中日之间的钓鱼台争议，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介入，除了台湾。就钓鱼台本来就是这个中日台三方在争。那你说台湾跟中国，好歹在一个中国的架构下都是属于中国，所以你说这3组里头有2组是中国，所以对中国大陆对北京政府来讲，他现在去跟日本来谈一谈钓鱼台这件事情，他绝对在国际法上站得住脚。其他的国家想要介入也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的理由，因为这种主权之间的纷争，日本的北方三岛跟俄罗斯当时也有纷争啊，跟苏联都有所以这些这个相关的这些岛屿上的主权争议，其实在国际上，就算其他的国家想要介入，恐怕也很难。所以对北京政府来说，我认为在钓鱼台的主权这次的冲突上，他已经对日本做了极限施压了。这个极限施压就是说，你不收回这个言论，我就一步一步的进逼。你有种你就来打我，那我们到时候就看谁在这场冲突里头谁会吃大亏。那么他已经吃定了一个没有在美国背后帮他撑腰的日本，根本就是一颗马吉啊，就是一颗软柿子。所以日本长期以来的狐假虎威，不就是因为仗着背后的老大哥吗？可是北京政府在这个时刻已经跟川普打过招呼了，所以你会看到美国在这一次的这个发言其实是很谨慎的，而且很低调的。那么甚至川普在第一时间打给高市早苗，我也不认为他不会提这件事情。那你就要看高市早苗愿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退让了嘛。所以我觉得对高市早苗来讲，他当然极有可能是利用美国。大家外表看起来说他是为了配合美国演这出戏嘛，可是我现在看起来他极有可能是为了利用美国，因为呢他想要修宪，他想要放弃这个无核3原则，可是他必须要找个借口，所以他要借这件事情来完成他所谓的这个日本极右翼的使命哦。可是当美国老大哥不买单哦，美国老大哥没打算自己涉入这趟浑水当中的时候，那你就要看日本政府自己怎么收摊了。好，所以我们看到在日本这种大动作持续之下，北京现在等于是说可以看得出来是下了最后的冲跌。如果真的北京最后不忍了，不幸的发生了军事冲突，我们也来看到，其实呢，美国智库也做了相关的兵推，这个是来自于 CSIS 的兵推，在2023年跟今年分别有2份的兵推结果。我们先来看第一份兵推是在2023年写下的。他说，24次的模拟当中呢，美日台会有高达22次，是成功可以击退中国大陆的，但是呢，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会付出惨烈的代价。那2025今年的兵推则是有26次的模拟，这边没有讲到说到底谁会赢哦。态度已经开始有一些不一样了，但是也有提到美日台仍然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但是台湾得承受被封锁。兵推也直接点名了，如果今天日本在这个当中是选择中立，而且不介入这场战争当中，只是借美军基地给美军作战的话，也会有4662人阵亡，但是没有提到说，如果今天日本真正的介入在这场战争当中，这个死伤人数有没有可能倍增？这个是完全没有提的。我们就来看，如果真的发生的话，日本真的介入的话，会不会死伤人数是好几倍？我们从这个 CSIS 报告也特别来看，是不是有美化这个数字的可能性？华球博士怎么看？好，我既然是来自中华战略及兵器研究协会的研究员所以我要特别把兵推这个事情要界定清楚。兵推的话，就我们早年在军事方面的话，它是要具备一个兵器台，兵器台上面要布满所有的
兵棋符号，然后呢，战斗地基线要画得非常清楚，然后呢，所有的道路都很清楚，兵力、火力部署都有一定的兵棋的符号在上面。但是我就这个 CSIS 这个来看这个它应该不严格讲应该不叫兵推，叫状况推演，就是就政治、经济、军事、心理这4个是美国克莱恩博士早年评估4大国力来评估，所以他这个应该严格讲应该叫政军经的状况推演，而不是我们真正军事的兵推，这第一个决定。那么他说日美台22次击退北京。我觉得，因为我没有看到他的想定，真正的兵推是有想定的，我没有看到真正的想定，也没有看到他的作战计划，也没有看到情报官的情报的这个判断，所以要22次击退北京，我认为这个难度是非常的高。北京不是纸老虎，北京现在的国力、军事力量是全世界排名第2，仅次于美国，还在俄罗斯之前。那么，这是不是这个刻意的美化？其实以军事的状况来讲用美化这个词是比较一般的说法，应该叫做事实的战况的陈述。战况打到什么程度？这个战况是焦灼或者是崩毁？那么看起来，如果照 CSIS 这样讲，说22次击退北京，那这个战况一定是非常的悲惨，甚至于不敢说是全歼，但至少是重大的伤害。我认为如果就军事来看，他连要转进的机会都没有。退却的话也很难，是不是要采取逐次抵抗？那也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既然是22次被击退，那么表示你的兵力火力受损的非常的严重，现场的作战指挥官应该没有能力继续指挥这个部队，而且呢，就这个状况判断，增援的部队来不及投入。增援部队就是预备队，预备队投入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叫做扭转战局。那看起来，如果22次连续被击退，那可能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高。而且我补充一点其实因为在过去这段时间，我有特别关注 CSIS 的相关的一些内容他其实讲的就像刚才这个华秋哥讲的，他讲的很隐晦他其实从来没有把真实的状况讲清楚的。可是在这个隐晦里头，就包含很多外交辞令大家要注意2句外交辞令。第一次的2023年版本，他说要付出惨烈代价。对，这个惨烈代价有多惨烈呢？我曾经看过 CSIS 报告内容，其中有一次，美国要损失2个航空母舰战斗群被击沉在太平洋，然后要死伤几万人，然后台湾是一片焦土，整个台湾的这个陆军损失惨重那么这个他们叫做惨胜就是说好不容易打赢了。那这种情况，什么叫做惨烈代价？我要问的问题是，日本要不要付出这个惨烈代价？美国要不要付出这个惨烈代价？台湾有什么理由要付出这个惨烈代价？你看25年的版本讲的一样，26次他说要付出高昂代价，那这代价到底是什么好歹讲一下。你说台湾是一片焦土，然后我们赢了，那我们算赢吗？就台湾的一片焦土，然后我们把共军打退了，然后美国损失了一大堆航空母舰战斗群，日本被炸了几个岛，然后损失了阵亡了一堆人，有这个必要吗？这才是关键问题吧。所以我觉得 CSIS 讲的那个兵推的结果，就像刚才华球哥讲的，它根本就是属于一个状况推演。可是在推演的过程当中，他又不愿意讲实话，因为讲了实话呢，可能自己打了自己的脸，所以他就用这种什么惨烈代价啦、高昂代价来一笔带过了。这种东西的结果是什么？我先不要讲美国跟日本要死多少人。这个东西的结果就是我们家的孩子，我们的子弟可能都要在战场上阵亡啊。好，一方面是来自于刚刚委员特别帮我们看到，来自于美国智库的兵推这个如果真的打起来，死伤一定会很惨重。那另外一方面，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美国的态度，实际上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最新来看到，北京其实已经连续的2次了把日本告上联合国，但是美国是一句话都没有替日本说，而且专家也做了分析，川普未来如果真的台海打起来，协防台湾的可能性是偏低的，直接戳破日本右翼政客的幻想。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另外一位是现在正要去访中的马克宏，法国总统马克宏现在大家也在看说他可能会基于现实，因为要跟中国在这个贸易上面不要让它决裂希望能够持续的出口法国的白兰地、猪肉、乳制品等等，所以在这个台湾地位上面，可能就会比较偏向这个中国不要挺日本了吗？那高市是不是一头热，自己害惨了日本呢？干哥怎么看？对啊，这就是马克宏也倒向北京这就是国际上面
压垮高市最后一根稻草。马克宏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法国老实讲一句是全世界第5大强国，最重要的是什么？核子威慑力。大家晓得，全世界只有5个国家具有核子威慑力，也就是中美英法俄啊。那法国在欧盟的地位那不言自明。可是呢，马克宏他2年前他就说错话了。2年前呢，他去那个北京访问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他在飞机上面跟记者讲什么？你知道？他说，觉得我们的政策不应该随着白宫这个打转不应该遵循白宫他们自我设限的那种政策。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法国，我跟你讲，法国在美国眼里就是一个讨厌的盟邦，80年来都一样。对，从2次大战打完的时候，戴高乐就不愿意跟美国走在一起。他认为美国的利益是美国的利益，我们法国有我们自己法国利益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干嘛跟人家走在一起呢？所以当时我跟你讲，法国的戴高乐就是美国外交政策上面讲不出来的。然后呢，不加入北约你们都加入北约，我就不加入，干嘛？我有自己的核子能力啊，我干嘛要加入？所以其实法国是一个，美国真的很头痛了。我看到了川普执政他都会觉得说这个盟邦很头痛。虽然说他在乌克兰问题上面是支持我的，可是呢，他在对于中国的问题上面就不是这样，对不对？那马克宏坦白讲一句，纯粹的，他2023年他2手策略，一方面说我们跟美国不是同路。一方面，他又要对中国的电动车征收那个关税，结果你知道那个时候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乳制品就是酪农，还有谁？还有那个酪农跟那个就是养猪的养猪协会，法国的养猪协会，光是猪肉干跟那个酪农的奶制品，我跟你讲，他们就吓死了。为什么？因为中国马上技术反制啊，这2个东西是不用进口了。不用进口的话，差点让人家给哭了。所以我跟你讲，在那个时候，他2手策略就是说，我要征收中国进口电动车的关税，那没关系，北京马上就回应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次马克宏到北京去做国事访问，乖很多，而且他会记住，不要再重蹈以前的覆辙，不要再讲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不是你能讲的。我讲一句难听一点，法国的国力其实在1954年的法越法国跟越南之间的奠边府之役，活活打败之后，法国从此退出东南亚。东南亚没有你讲话的份儿。为什么？因为你根本你的国力从几十年前到现在，你也没有能力去过问东亚的事情。英国都已经退却了，那法国你还能够讲什么？所以马克宏他现在你会展现出说，你看看他到时候他跟习近平如果没有联合公报的话，记者也会试探说，对于高市早苗这件事情的看法，马克宏一定会非常巧妙去避开这种问题。因为他不可能站在川普的那个立场，他也不会帮日本背书。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要保护自己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认为高市早苗等到马克宏跟那个习近平他们的会谈结束返国之后，你就要知道说，各大国家你的主要的西欧盟邦都没有支持你的状况之下，高市早苗，你是不是要再发一份比较正式的声明，向中国人民道歉？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突然间在这一天是7号的凌晨召开了紧急记者会。小泉进次郎是这样说的：公布了一场在冲绳东南方的上空发生的这一场危机，罕见的主动公开，他说是在冲绳外海上空，而且是濒临战争的一个事件。赶快来回顾当时发生这件事情的整个状况，是在12月6号。的16点32分到35分之间，辽宁舰起飞的这个歼15对执行紧急升空任务的日本 F-15进行了这个是火控雷达的照射。紧接着非常的紧张18点37分到19点08分这30分钟，又对另外一架的日本 F-15也遭到了火控雷达持续的来做锁定。大家在关心说火控雷达到底是什么？等一下我们也会请专家来做解读。简单的来说，就是战机已经瞄准准备开火的一个重要信号了。就像我们比喻这个电影《捍卫战士》里面
这个警报狂响的那一刻，你就会知道你已经在对方的枪口下了。这一次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对日本长达31分钟持续锁定，被外界形容是这个叫做死亡凝视。另外一方面是辽宁舰的战机加直升机在6号到7号2天内起降了破100次，专家是这样形容的。中国大陆解放军只差最后一步就会爆发战争了，已经不忍了，真的是这样吗？节目一开始要请吕舰长来带我们看中日这一次的争议，距离开战真的只剩最后一步了吗？中国选在这个时间地点亮出了火控雷达，是这张底牌吗？舰长怎么看？究竟什么是火控雷达？它其实就是射控雷达。那它的英文叫做 Fire Control Radar， 所以你要翻译成射控是 OK 的，你要翻译成火控，其实更贴近美国原来就是英文的用法哦。那其实我们在发射飞弹之前呢，都要先建立瞄准线。所谓的瞄准线就是 line of sight， 那其实也就是射控雷达的照明。照明之后就锁定，然后接下来发射飞弹才会建立另外一个，也就是射线的部分啊，也就是line of fire 的部分。那这两个部分呢，也就是刚刚讲的，为什么大家会认为开启射控雷达是死亡凝视，也就是我已经在完成瞄准的动作了。那现在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啊，不过我们要先想到一件事情，其实一般来讲。无论是海军或空军都不会任意的开启射控雷达，为什么？因为其实现在所有的无论是载空机或者是水面的舰艇，它都有非常多的这一个有关于无线电的接收装置，你只要一发射一锁定的时候，其实你的电磁参数也就暴露了。那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位置啊，如果按照这个小泉他宣布的这个，也就是防卫大臣他在开记者会的时间的话，应该是在这个转向往东北的方向。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它这个辽宁舰，它穿越宫古海峡往东南，这个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是唯一不同的，也就是它这一次，它在这个冲大东岛这一个以西的位置，它就已经北转，向东北转。那向东北转的话，其实更接近冲绳。这个是对于日本来讲，他觉得它有一定的一个威胁，所以他就立刻起飞战机来。那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关于这一个射控雷达的部分啊，它一共我们讲到，刚刚主持人也直接告诉我们了。开启了时间，那但是呢，我们这样讲，其实2013年1月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也就发生过，不过那个时候是舰艇发射的，那这一次呢是战机发射的。那战机为什么发射这一个射控雷达的讯号？其实我们来看一看啊，美国或者是日本在遇到解放军的各型舰艇，包含航母舰打击群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一个应对？我们可以看到，在2021年的时候，他们是如此应对，也就是他们认为说，这没什么，而且他为什么穿越这整个的一个打击群的一个平位，然后进到这么近的距离，大概就是不到3000码的距离啊。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美军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挑衅的作为。那我们在之前呢，也就是在去年的1月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是南昌舰，它得到了10代楷模。那它为什么得到10代楷模？其实跟这一次的感觉其实可能很像啊。也就是说，来了2架的外国的战机，然后不断的逼近，那也就是他们开启了舰上的系统。那这是我们讲到说上一次10代楷模的事情。那这一次呢？对不起，是航空母舰打击群。那当然，航空母舰打击群它不是当场起飞，它是原来就有载空机的，也就是我们讲到的 CAP， 也就是雷达的这一种巡弋的在空巡弋机。那我就直接的派这个1批2架次直接去拦截，而且我们其实要特别注意一点，它其实在视距外就已经被锁定了。意思是什么？中国大陆其实是非常的，对于这件事情，他已经非常的有他的警觉心，而且他绝对不让
类似我们刚刚看的那个伯克级驱逐舰，它的舰长翘个腿，然后在那边然后做这个如此的事情啊。那这也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一次的事件，其实代表它真正的含义，也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编队，它应处已经不像过去了，然后会比以往来的更为强硬。好，中国大陆已经蓄势待发。那针对这一场战事，有人说是不是一触即发？现在双方中日双方则是互控，是你先挑衅的。我们来看到大陆方面说什么，还有日本方面又说什么。先来看到日本的小泉进次郎是立刻痛批说，中国大陆的动作是极度危险的。那首相高市早苗也强调说，我们冷静，但是会坚定的来应对。外务省也直接就召见了中国大陆的大使来强烈的抗议。中方的国防部长张小刚则是强烈的反击，他说：“我们辽宁舰在这个宫古海峡以东训练是符合国际法的，日本你才是恶意跟监。”然后也指控日方多次的派他们的 F-15来闯入演训区，痛骂日本是贼喊抓贼。倒打一把，这个辽宁舰百次的起降，中国大陆跟日本现在互相在痛批对方，到底是谁在挑衅？委员怎么解读？不能那么单纯的从挑衅或者反挑衅的角度来看，双方面在这个区域在干什么？为什么解放军的舰队要在这个位置进行演练？那个是最标准的宫古海峡封锁战跟宫古海峡反封锁战。这个宫古海峡，如果先从日本要封锁宫古海峡这种意图，以及它的部署。那中国大陆如何去突破这个宫古海峡的封锁战？我们来看一下哈，宫古海峡怎么被日本封锁？宫古海峡的位置大概就是在应该在这里，这是宫古海峡的位置在这里，在这里。然后以日本可能部署的提防导弹，假设在没有导弹基地的4国部署提防导弹，它的攻击范围，这最内圈的是标6的攻击范围，最外圈呢是战斧导弹的攻击范围，因为这种提风导弹啊，是这个提风系统是由标6再加上战斧导弹，所以战斧假设它打1600公里，涵盖的范围就是涵盖整个宫古海峡，涵盖整个宫古海峡，所以解放军特别在这个位置里面做演练，就在这个位置做演练，所以表示解放军要突破宫古海峡。然后这个如果必要的时候，日本军队配合美军要封锁宫古海峡，所以解放军演练地点当然选在这里啊。通常演练地点选择在哪里？除了有一些基本技术的演练要求之外，事实上选择战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点。所以目前如果从日本本岛装设提防导弹，大概就是最大的攻击范围在这里，然后这个内部标落在这，还有一个叫什么？叫做这个 precision strike missile， 就是精准打击导弹啊，它的范围大概就在这里，通通对宫古海峡有封锁的作用。那假设他们以后不只是在日本本岛装提风，也在什么也在石垣岛跟那个与那国岛去装设什么？去装设他们自己生产的124的反舰导弹，或者是这个034的防空导弹。034大概打这个，那12打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宫古海峡在哪里？就在这里，在这里。所以解放军在这里演习，也就是多是它的打击范围。那通常导弹的打击范围一般来讲，日本现在这个导弹都还没有完全装置完成，所以它必须要把它的这个战机的监视范围扩大到大概导弹的攻击范围那解放军就当然要去模拟一个反封锁的作战嘛，你飞机来，我锁定你；你导弹来，我拦截你，大概处于这种状态当中。但是如果说中日紧张，我们可以说其实也早就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们先来看到辽宁号它在冲绳的外海训练，刚刚提到了，其实我们从过去历史上面也可以看到一些的迹象。在今年6月的时候，其实大陆甚至派出了它的辽宁舰跟这个山东舰双航母在同一片海。
进行这个大规模的演练。那日本自卫队也是一路跟监，但当时呢，虽然有这样子的事件，但是双方的关系毕竟没有这么紧绷，所以还算克制，这事件就这样子过了。那这一次就是因为这个首相高市早苗他拒绝收回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所以爆发了这样子的一个重大争议。现在让日本最心寒的是，原本呢，川普看起来他已经表态说会出面挺日本，但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只有国务院的社群贴文一句话而已，而且没有任何的联合声明，甚至是没有强硬的表态。金融时报做了一个报道，他说呢，川普对于日本的承诺到底是不是跳票了呢？美国根本不想被日本拉下水嘛？杨老师怎么解读？没有错，我觉得这一次高市的发言事件到现在其实已经，我本来以为说开始会进入到一个僵局的状态，但是呢，事件可能会再发展，因为你看到大陆这边其实是个警告，这是警告你飞得太近，也警告你高市不撤回，同时也警告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要求日本扮演第一岛链的所谓这个安全角色。那日本呢？我觉得在扩大，在操作这个议题。2点钟开记者会，我还没有记得我们台湾哪个政治人物2点钟开记者会，打起仗来了没有？有没有任何的损伤？没有啊。防卫大臣2点钟开记者会，那第二天高市也在加码抗议，还找中国驻日本大使来表达抗议。那其实整个过程，我看到日本的这个内容他都没有讲两机的距离多远，而你距离人家整个演习的这个船舰，它船舰3只都显现出来，距离多远，他都没有写出来。而且我们都知道，自从高市发言之后，在这个区域其实大陆有相当多的就是这个船舰、水面舰，而且经常的在做演习。2天在辽宁舰可能都将近100次的这个起降。那日本当然你会警戒，我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你过于靠近，当然要受到警告。比方说，去年7月的时候，日本有一艘驱逐舰叫梁越号，它跑到浙江的门口，在那边监视了中国大陆的演习，结果呢，跑进去领海里面20分钟，大陆这边抗议啊，日本不理，所以到8月24号的时候，大陆一艘运9的这个侦测机，侦察机就在日本9州外面的男女群岛这边旋外海上，然后进入到领空15分钟，日本就把它做，你看中国军机侵略日本领土，那1个礼拜之后呢，日本自卫队悄悄的把那个梁越号的舰长给换掉，所以这一次我觉得日本这边的操作的情况非常明显，而美国呢从头到尾没有讲话，因为就在昨天，加州有一个雷根图书馆开一个雷根战略会议，同时美国的国防部长还有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的主席都到了，参谋联席会议的主席都还被记者问到，你对这次的中日紧张的看法，他完全没有提到中日紧张，也没有提到日本，他只说中国的军力的发展，然后走向一个全球的布局，好像还蛮正面的。美国现在的态度，基本上我认为2句话，美霸退出西太平洋，这个美霸不是爸爸的霸是霸权的霸，美国没有退出西太平洋，他在那边有经济利益，但美国霸权退出西太平洋，美军转为战略守势，你有没有看到最近这几年，任何在驻韩或驻日美军跟中国大陆解放军有任何擦撞，或者是警告，或者真的之类，除了在台湾海峡之外，对，都是日本。所以日本的角色现在变得好积极。小泉进次郎，当然我个人觉得他也是为他想做下一任首相做准备，因为他知道现在日本整个向右转、保守化、反中的氛围，所以这种民粹操作在晚上2点钟开记者会，我就觉得真的是可以到达这种地步。但我必须要讲中国大陆的那个海军的发言人到第2天的12点45才一个公告出来。其实国际媒体跟所有的华文媒体都已经照日本的讲法写出来了。到了当天的下午，到现在我们才了解，其实真的不安全、不专业是谁？是不是日本你太过于频次过高的接近，
而且你4点钟来一次，被照了一下之后，你6点钟再来一次，好像照的不够爽，因为那个所谓的这个火控雷达的照射哈，就刚才小院长讲得很清楚，因为它那个就是高频率的那个很容易过热，所以当它一照射跟就是导弹要发射的这个根本是等于是这个一致的，那个窗口时间很短。可是即使如此呢，在4点6点的时候呢，应该是说歼15上的飞行员用人工的卸弹，就等于是停掉那个飞弹发射的这个程序。好，一般的话，通常照射锁定飞弹发射，这大概是一个瞬间的。那但是呢，他用这种方式告诉你，然后呢，你4点不行，你6点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不就没事了吗？为什么呢？2点开记者会，为什么不选择3点好了？为什么4点？所以这个时间点，然后呢，第2天这样子，所以你看到美国的反应其实让日本更为挫折感。美国就是没反应，而且再加上他们的讲的话以及那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实际上所显现出来，美国在整个西太平洋已经开始在战略收缩、战略守势了。美国总统川普他为了避免今年好不容易真的可以跟中国大陆敲出了这个中美稍微在贸易上休兵，结果川普政府是突然间踩了刹车那我们看到他做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动作呢？他说呢要暂停制裁中国大陆的国安部，另外呢他还说不推新一轮的重大出口的管制了，官方所有接下来和中国大陆有关的一些措辞都会变得比较缓和，并且来做修改。这边提到了包括缓和的项目，像是国家安全战略跟国防战略报告，只要是跟大陆有关的这个修辞，他们都会做一个比较缓和的修改。在这个时机点上，重点是川普他才其实跟台湾刚签下了台湾保证落实法案。那看到这个签下去之后，贝森特就想要赶快缓和一下气氛，于是呢，签完之后没多久，几个小时他就立刻说了，美国同时是大陆跟台湾的盟友，而且我们的对外关系是没有改变的。但是重点来了，贝森特灭完火之后，媒体又追问他说，如果说大陆武力犯台的话，美国你是否会出兵呢？贝森特是指回了，这是假设性的问题，所以我不想要多做回应。这个讯号，我们现在也来做一下解读。台湾的保证落实法案当时是要求说，美国每5年可以重新检视对台的交往准则。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对台湾来说，到底美国会不会真的保护台湾呢？来看到这个川普重返白宫之后，他一直避谈有关于军事协防要不要来保护台湾，他一直把焦点转向说，你台湾应该要提高你的国防支出吧，到 GDP 的10%。那确实，我们看到赖清德总统在最近也最新宣布了，2026到2033年台湾的军购总额持续的上升，达到了1.25兆元新台币，好，史上最高。美中现在休兵，川普则是全面的降火，这是真的停战吗？川普的布局是什么？接下来如何看美中之间的关系？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现在就是。中国大陆跟美国，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大陆采取的是一种柔性外交，它并不是这种刚性外交，或者是这种硬性的这个硬碰硬的外交。它这个现在美国要自己走的呢，它是从这个筹码交易之中走向双赢，是这个样。那怎么来看呢？我们看乌克兰战争很简单，乌克兰战争变成乌克兰跟俄罗斯在打，但是美国是大赢家。对。美国获得了乌克兰的稀土，美国也获得了乌克兰战后重建庞大的预算经费，美国这，而且俄罗斯还允许美国到俄罗斯去采它的俄罗斯的矿，稀土矿，或者美国全部赢了，在俄罗斯跟在乌克兰，尤其是乌克兰获得最大的利益是它，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就是这个筹码交易，所以我认为这个我认为这个3年。值得观察，因为现在是2025年的年末，你从2026到2028，我认为这3年的调试期，美国原则上是走柔性策略。你看乌克兰就是这个样。那现在我们来看那第3个步骤是什么？我认为它会有代理策略、代理的行动、我们讲代理战争，一般讲叫代理战争或代理人其实我认为它是以代理的这种策略拖住对手，就好像蚂蚁雄兵拖住大象，
变成这个状况，蚂蚁雄兵拖着呀，就跟美国现在中国大陆怎么走呢？我也蚂蚁雄兵啊。中国大陆的西段交给印度来牵制，因为他们有领土的纠纷，将近通加起来，东段跟西段加起来12万平方公里，他们这边由印度负责。那南海交给菲律宾来负责，那东海交给日本来负责。蚂蚁雄兵拖住中国大陆，那美国在后面呢坐收我们讲的这个军售的利益。大家都要背后的最大的靠山是谁？日本、菲律宾都是靠背后的最大的靠山就是美国。所以美国是在后面。他就是拖住对手，那他这种策略来看，对美国来讲是本小效高，利益获利最大，不用单独出兵。那现在俄罗斯谁拖住了？乌克兰拖住他了，打了3年10个月，拖住他，让这俄罗斯在这一方面呢，原则上5到10年没办法翻身，因为要去恢复它的元气。那美国我为什么讲第一步，他要3年调试？因为现在美国这3年是国力弱了。乌克兰战争呢，把美国的武器弹药都用的差不多了。包括卖给台湾的武器，他都拿不出来。为什么？往乌克兰战场送了，那怎么可以呢？往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送了，他什么？所以美国这3年的调试期一定要去把握住，他弹药不够了，这时候可以跟中共贸然起冲突，产生军事上的争端吗？我认为可能性很小，微乎其微。所以他就按照我的筹码的交易。代理的策略行动，还有蚂蚁雄兵策略，来对中国大陆实施利益上的交换，跟筹码上的互利。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回美国的策略走向双赢，跟中国大陆之间要来走向双赢。那台湾呢？台湾有没有可能成为这个牺牲的人的国家？因为我们来看到，虽然跟美国签订了所谓的台湾保证落实法案，好像得到了一些承诺，但是我们又是花了非常多的钱在买各种的军购的武器。有人说这个是一种政治上面的账单，美国真的会提供安全吗？厉将军怎么看？我们台湾碰到诈骗集团了。美国就是诈骗集团渣男，对不对？这个骗我们的感情，还骗我们的钱。为什么我这样讲呢？这个台湾保证这个落实法案，等于我将它形容成就是一个渣男在骗一个女孩子，叫你来投资，把钱给我然后之后来讲的话，把你抛弃，有什么用呢？我们看一下美国现在很重要一件事情，他在签什么呢？他现在正在签的叫做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到国防战略报告，这2本对美国来讲是很重要的。什么叫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国家里面包括经济，包括到我们的军事，包括到我们的外交，包括这个美国的地缘战略，整个都包括在里面，来确保美国的安全所以这叫国家安全的战略。那之后来讲叫做国防战略那因为要有国家安全战略，里面有财经的，有所有包括在里面，然后他来指导国防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为什么贝森特这个时候因为要避免刺激中国，所以他将它修改，最终缓和很多的语气，因为他很明显的看出来，他会去修改，会去润饰，尤其是说对中的语言要放缓和一点，就是跟川普好不容易跟这个习近平谈了很多经贸上面条件，中国现在又跟你买大豆，对不对？稀土来讲又对你解除了很多的管制对你来讲方方面面，那美国这个时候不敢得罪中国他在这种在他的国防安全战略的报告书里面，他要去润饰那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可以相信美国提出来台湾保证落实法案吗？我觉得很明显的，他落实法案就是什么？就是哄我们、骗我们，让我们继续心甘情愿的掏出这个每年这个 GDP 的5%的这种费用去跟美国买军购嘛？不就是如此吗？因为他担心我们现在台湾有很多的。但也有很多反弹的声音，大家提出很多的疑虑我们没有什么要花那么多钱，那我们要买什么武器？是不是买的武器并不符合我们国防上面战略安全上面我们自己的需求？那你美国是不是有清库存的协议？我们现在很多在野的提出相关的质疑，那尤其说我们最重要的质疑一点，我们花那么多钱付了保护费之后，那如果说台海之间万一发生战争的话，你美国会不会来协防台湾？那川普这时候就很明显，我会来这个你们把钱给我我保证我们会落实法案，仅此而已啊。你觉得这像不像是这个一个渣男在骗一个少女的钱，说你把钱给我，我帮你去投资你投资给我，将来一定会娶你。那所以到之后会怎么样我想说应了这个
套用一句高市早苗的话，真的有到那么一天哦，我们跟美国讲，哎，你那时候有保证落实法案，美国会说，对于当年的法案，我予以尊重，对不对？这大概也就是这些外交指令啊。你认为他真的不派兵，他就跟高市早苗现在的回答一样嘛？哈，我尊重你的看法，尊重那个法案，仅此而已。就像他说尊重这个中日当初签的合约，那中国要的不是要你尊重而已，是要你重新再承认这个条约，台湾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那如果说这时候美国提出这个，我们如果真的打仗他不来的话，我们能讲什么？我们还是什么都不能讲。好，这个是美中台现在之间的这个关系。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来看到，那如果是把这个美国拿掉，我们来看到现在两岸之间的关系，这一件事情是否也涉及到有关于政治呢？因为这个其实也在台湾的内部延烧的这个议题，就是小红书。因为国安局最近点名了，说小红书，很多台湾人都有在用嘛，现在大约是300万的台湾的民众有在用，那就针对小红书，再加上总共是一共5款大陆的 APP， 他们说具有资安风险，所以要来做禁止。那他就说呢，因为小红书要禁的原因是它有1700多件的这个涉及到涉诈，那么财损超过了2亿元，所以说接下来要下架1年。那在野党也批评啊，不是小红书涉诈，包括了其他平台，美日韩拥有的平台 Facebook、Line， 它的诈骗也这么多，为什么你就只是禁入戏而已呢？这件事情是否涉及到政治上面的考量？因为台湾其实上百万的，主要很多都是年轻人，都有在使用小红书。杨老师怎么看？一觉醒来，小红书连不上了。对，我的小红书真的连不上。我测试了2次。理由当然不是治安跟诈骗。他说2年来，总共小红书被检举的有1700多则诈骗，金额来到了2亿多台币。你知道，过去这30天，我马上就上我们数位发展部数发部自己的网站，它会让你去查询7天、14天、30天到今天为止的这30天，我去查到底哪一些社群网站有被检举多少则，总共最高脸书51827，然后呢 Threads 10318。Instagram 7132，这边整个这个图像好出来，没有小红书，因为小红书在过去这30天不到100则，因为它2年才1700嘛，人家脸书30天就5万多，做折数呢，那我们1个礼拜台湾被诈骗的超过3亿，小红书过去2年才2亿，完全在比例上说不过去。用这个理由，我觉得年轻人不会相信的，因为小红书是一个生活指南。我有的时候上去看的时候，看的那个旅游啊，其实很巨细靡遗的讲一些东西，但美妆比较多了但是它那个运算呢很细，你慢慢的找出来的东西，它会很快的提供给你，而且广告比较少。我觉得政治的东西也不多，基本上就是个改良版的 Instagram，在日本、在美国现在都有在用。前一阵不是拜登要进 TikTok 的时候呢，美国很多人就转到这个 Redbook 的小红书去了。所以我是觉得，当然跟这个无关。而且最近这个新闻出来，就是美国一个 AI 公司要帮小红书在日本东京的资料中心去购买 NVIDIA 辉达的晶片使用，就表示说，美日中民间商业的运用，因为政治的因素，他们自己也找到了一个因应之道。有没有违反相关的规定？其实有争议，变成一个新闻的报道，但表示说有这个需求。那台湾这边呢，超过300万人，光去年呢就127万下载。所以我今天支持小红书带了一个这个，那因此我就回去书爬啦，看到原来8月份那个时候他们在推大罢免的时候，曹新成陈新就骂小红书，骂这个 TikTok， 说就使得年轻人不支持大罢免，应该把它禁掉。后来大陆这边有学者说，两岸的年轻人因为小红书等相关的，就是他只是讲出来其中之一相互的理解，彼此就不会发生战争。不发生战争不是好事吗？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这边哦，其实接下来他就是为了这个选举，他就是禁止你两岸的年轻人、台湾的年轻人更了解中国大陆，然后彼此之间更没有仇恨，因此相互理解。我觉得政治的动机非常的明显。那接下来我就担心了，是不是抖音啊、淘宝啊都会被禁？是百艘共军的舰队已经悄悄的压境在第一岛链了。北京还是零宣传，沉默大军整体逼近在西太平洋地区。美日台现在全面紧绷哦，太平洋版的古巴危机难道会正式的此刻要引爆了吗？今天都会一起做关注。好，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会带观众朋友先来关心到的是，来自于这个百艘解放军的军舰，现在可以说已经整体压进在第一岛链了。等一下，厉将军会带我们来看，包括北京，我们现在要来了解它到底在下什么猛棋，而且媒体在中国大陆的媒体方面是完全沉默，没有做任何相关的报道的，非常的神秘。等一下来做关心。解放军这一次出动，包括了它的空中有3舰客，还有海上的神盾舰052D， 打造第一岛链外海最强沙阵吗？最后来看到的是，难道太平洋的版的古巴危机会重演吗？美国在这个时候会做出怎么样的抉择？赶快来看到这是最新消息，12月4号来自于路透社的最新报道。刚刚讲了，大陆的媒体是没有报道的，所以我们看到来自于路透社的报道，就是中国大陆在本周在第一岛链已经部署了超过100艘的海军舰艇，还包括了在海警船都有，一路是从黄海的南部一直到东海、南海，都可以看到各种的武器深入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90艘目前仍在西太平洋这边很活跃的做活动，执行针对外国船只的模拟攻击演练以及操演区域拒止等等的行动。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同步证实，确实共军在西太平洋有4支的海军编队正在活动。路透社也特别指出了，部分共机的舰艇跟战机都已经开始对外国船只进行刚刚讲的这个模拟攻击以及拒止的行动，目的都是要来阻绝美军的增援，要来封死第一岛链。赶快来看到下一张图，等一下会请厉将军带我们特别来关心第一岛链的要冲。我们今天会从北到南，一直看到几个重要的地点，不管是从大隅海峡到这个普格拉海峡，一直到这个宫古跟巴士海峡，都可以看到解放军的武器。如果解放军真的有眼转战，会如何来做进攻？这个有关于战情，我们请厉将军来带我们看。思敏给我的作战任务由眼转战。是指挥官受命后，第一件事情要做任务分析。任务分析第一件事情要确认指挥官的作战任务，还有我军要如何部署跟行动。作战任务第一个分析就是这个要决定自己的有几个任务，哪个是主要任务，哪个是次要任务。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做任务分析要知道的。那各位可以判断，好，如果这时候这个台湾有事，然后就是日本有事，那现在如果说你是战场指挥官的话，你会你的任务优先目标是日本还是台湾？我想大家显而易见，应该就是以台湾为主要任务。好，这个是次要任务。第二个来讲，我们在讲兵力运用方面，一定要讲究集中与节约。好，在集中方面要打击，在节约方面，尽量用拘束。那如果说日本跟台湾哪边来讲，我集中兵力的地方，现在如果说是这个我是东部战区指挥官来讲的话，有上百艘战舰受我指挥，这种状况下，我一定集中兵力来打台湾。好，那日本方面来讲的话，我就节约兵力，我不用很多的兵力。那第三个，我们讲拘束与打击，将次要的方向你一定要拘束住，让日本动不了，让日本不敢动。这个时候，让他没有办法来支援台湾的作战，这时候我才能够用全力打台湾。基于以上几个原则，我们来做我们的兵力部署跟判断。好，当然这个解放军来讲的话，它可以利用大隅海峡跟马毛岛在这个地方，用少部分的舰艇，还有用它的导弹来对它做威胁，然后让日军在这个地方不敢轻举妄动。还有一个地方不要忘了，就是北边有一个大毛俄罗斯。俄罗斯如果这个时候可以跟中国在军事同盟来讲的话，对日本的北方，我们现在看到包括白令海峡这些地方来讲的话，甚至于这个北海道这边，如果俄罗斯在北边有所动作
那甚至于朝鲜那边有所动作来讲的话，我相信日本会被拘束在这个地方。这时候高市早苗或这个他们的这个小泉哈，我相信这时候一定不敢轻举妄动。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认为会用的地方就是这个以这个他的舰队哈，一定会出这个宫古海峡哈，宫古海峡，这趁着你不敢动的状况之下，我舰队立刻出宫古海峡。这个舰队极可能是我认为是山东跟辽宁双航母的舰队，然后在这个地方哈，这个担任这个主援的任务，阻止美军就是反介入跟区域拒止。那大家还会问，那福建舰到哪里去了？我认为福建舰可能是到南海这边，是南海这边，因为美军也有可能从南海这边上来，所以我在这2个门我都关起来了，哦，这南北这个东边这个门跟南边这个门我关起来，北边这边啊，我用一部分兵力拘束住日本，让日军不敢轻举妄动。这时候我就可以集中我的全力啊，因为这边海峡只有200公里宽，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我的是075哈，在075我几艘075在西边海域，076部署在这个地方，因为它有电磁弹射的无人机，可以担任制空作战，也可以登陆作战哈，放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牵制到与那国岛。它虽然说与那国岛部署了防空导弹，但是我相信，如果说以076的舰载机就无人舰载机攻击21来讲的话，要这个歼灭与那国岛的这种空导弹对空导弹，我想是这个轻而易举的事情。好，076部署在这边，075分别部署在台湾的北、中、南，置重点在北。置重点在北，南部这边也是一样，让南部的兵力不敢轻易向北转移运用。在这种状况下，我想说上百艘军舰，我如果说将台湾武统台湾，将台湾拿下来之后，各位想想看，日本这时候还没有作战意义，就没有太大作战意义的。我相信高市早苗这时候也不会在这边这个在讲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紧接着后续就是外交上的动作，所以我认为，如果说是按照这个军事上面4位理则来讲的话，不管是主从任务主要任务、次要任务，然后这边是主要打击，这边是次要打击拘束的方向，这边是拒止方向。这样我们台湾来讲，要思考我们怎么样在这种状况下能够获得美军的资源，能够获得日军的资源。我认为日军顶多大概能够提供给我们台湾的。大概2种方式，一种是情报方面的资源，大概可以情报方面。可是第二个来讲的话，它可能在潜舰方面会有所的协助，因为潜舰来讲，毕竟不是水面的战艇嘛，而且你不太容易判断是哪一个国家的这个潜舰。但是大家不要忽略了哈，如果说它潜舰这个要到这边来的话，同样如果解放军在这边这个如果这边有076来讲的话这边有这个它这个航空母舰上面都有相关的反潜机那双方来讲，未来在这个地方极可能不管是水面或者是水下都可能爆发主要的战场会在这边发生，但是关键还是在主要作战还是台湾的登陆作战这是关键是所在，然后怎么样让登陆部队可以持续不断获得资源？我觉得解放军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的这种功课，包括他这个做了那种登陆的接驳船，一艘接一艘的那种接驳滩岸的接驳船或者是说它的滚装货轮都是登陆的持续战力。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认为说是日本如果说是要来协助台湾作战，确实是有它的困难，因为这个地方毕竟隔了这么多个马毛岛、奄美大岛。那如果说这个055大区的舰队又在这个地方对它形成威胁，切断它大家看到很明显的切断它的兵力。我觉得我们台湾来讲，还是要思考怎么样在没有外援之下独立作战。好，谢谢厉将军。现在刚刚将军带我们看到的是整体解放军，如果真的发生所谓的武统，那可能的作战想定。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看到解放军这一次的大回的动作，其实包括了海空都有非常多的武器。我们今天也要特别来盘点，总共是海空出动了哪一些武器？来自于路透社的最新报道，同时央视干脆也直接点名了，包括在空中有出动3款武器，大家叫它3剑客，攻击11、歼20跟它的歼16。那么在海上同样呢，则是出动了中华神盾
这一款是这个052D， 那么它是新改良款的052DM， 在今年呢，至少我们已经看到它成军了5艘以上。比较不一样的事情是，它改良之后有哪一些比较改进的武器的部分呢？就是它换装了 X 波段，可以快反雷达，提高对于低慢小的目标跟逆中目标的一种探测能力。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张将军来从军事也帮我们做解析。解放军最新的刚刚提到的空中的3剑客加052DN 的这个神盾舰战力组合又有多狠？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空中3剑客，包含攻击11、歼20跟歼16，它各有各的任务，各有各的任务呢，要针对任务的特性、目标物的特性来做机种的搭配。那攻击11做什么？攻击11做踹门，歼20呢负责制空空优，因为它逆中战机，负责空优交给他。这个歼16负责对地或对海打击攻击。那我们看，那攻击11它的这个作战航程它4000公里，所以它算是个有空用型也有海用型。海用型它可以在航空母舰上起飞，海用型嘛，所以它是2种都可以。然后呢，它只要装什么呢？装在上面飞机上，只要挂2公吨的反辐射飞弹，把雷达打瞎就可以了，踹门嘛。踹门完毕之后，逆中战机歼20出来的时候，所有的制空通通交给他，让对方的战斗机或什么会抓不到逆中战机，逆中战机抓得到它，上面挂的这个长距离的或短距离的空对空飞弹。那真正的打击的歼16，那歼16它有12个挂载，最大的满载是12公吨。你要打个折，你打仗的时候不会说12公吨挂得满满的，大概挂个8公吨差不多了。那可以挂鹰击6两、鹰击83，我就看它要针对任务性质啦。鹰击6或者鹰击83的性质，专门做对海打击。因为什么？因为讲到了第一岛链，你从这几个海峡，宫古海峡或巴士海峡，或者是那个中国海峡。这个军青海峡，它这个都可以出来啊！可以出来的时候，这个在东海还有巴士海峡都可以来实施这个海域上的扫荡。那这个交给谁？就歼16嘛。所以我们看踹门，掌握空优，然后对地或者对海打击，这个刚好就变成3位一体。一种机型，你让它包山包海，又要对空，又要对海，又要对地，又要去踹门，这种任务你通通交给他，反而贝多利分。你都不专精，你都要对空，你要去对海，你都不专精。这个我们把分工分得很清楚，让这些真正执行任务的歼16专心去对舰，空对舰的飞弹就下去，83鹰击8或者鹰击62下去，把这个军舰给它集成，它专进行。那这样的话，功能数发挥到最多。那我们现在看到海军，看到动5两 DM 就是现代化了，中华神的7000公吨。7000吨级的，最重要它改良在哪里？以前呢，它的这个搜索雷达是 C 波段跟 S 波段，那它现在加了一个 X 波段，X 波段是强迫雷达。那强迫雷达看得远，因为我们知道最主要海上你要怎么克服？因为它有个曲度，那曲度一远的地方你看不到，因为它是地球，你这个雷达波雷达波是它不会转弯的，雷达波是直射的，你地球曲度那远的地方，它直接过去，它在下面。你根本没办法发现目标，那这个就重要了。我要换 X 波段，强波雷达要出来了。它这个强波雷达的型号是364型，那364型专门抓低空目标。我们知道有时候低空目标，尤其是反舰飞弹，这个空对舰飞弹或舰对飞弹过来了，那这个时候我要去在第一时间先发现有飞弹来袭，然后我这个时间预备到准备去摧毁它。那动5两的它重在防空，不跟动5-4不一样，因为这个军舰也是一样，不是说包山包海样样都行，它重在防空。所以你注意看，中共一个这个我们作战集群出去的时候，有动5两，有动5-4，然后来搭配大家来护卫动5-5，是这个样。它这个总共是64个垂发，前面32，后面32。那针对任务性质，我认为它装的这个舰对空的飞弹多。我们讲打这种大型的。这无人机 UAV 可以打这个我们讲的飞机，我们叫做防空，这个火力没问题。就这样，它上面挂的是红旗9B 跟红旗9C，都是比较现代的。那你这个海红旗9B 跟红旗，它不用海红旗9A 了，淘汰。那这海红旗9B 跟海红旗9C 都打200公里。那这样的话，先发现目标，反正交给 S band，然后
这个海红旗9C开始对目标做掌握，发射出去。不管是大型的 UAV 也好，或者大型的这种战斗机或者歼击攻击机，那这都会在它的这个火力涵盖范围之内。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来看的话，还有一个最好的搭配，只是这里面没有写，就是空警500或空警600，这个你要搭配。为什么？它可以在整个战场对空搜索还有对海搜索，通通交给空警500，或者是空警600。看是什么性质，是海军用的600呢，还是空军用的500？把整个空域交上去，然后经过链路 link 在一起，把这相关的讯号在第一时间收集给动5两 DM，这样来搭配，或者是将来的时候，这个空警500或空警600，叫收集的信号跟它攻击的目标，这个下发给歼20或下发给真正出作战任务的歼16，那这样子去打海上的目标。这个以后就是说变成战场管理，然后大家都有共同作战图像，有作战图像做任务的分配很明确，你的目标就是这个。那目前它的航向、它的速度，还有它的吨位的大小或者是一些特征，它会告诉这个执行任务的飞行员。任务飞行员一发射之后，他就接管，把这个信号去导引这个飞弹过去攻击那海上的目标。所以将来都是一种任务型的搭配，没有一架飞机。它要包山包海，什么都要去做执行。这样的话，让飞行变成单纯化、组合化，达到最大的作战效益。是好，我们看到整体来说，等于说这一次不管是海是空，解放军已经释出了各种的武器。不过现在外界其实也在做一个担心，就是因为有一些事情比较诡异。过去如果是做相关的演习的时候，其实不管是官方的媒体或官方或者是他们的媒体，可能都会释出一些消息，但是这一次却是一句话都没有讲，大家才在猜说没有讲的话，其实感觉是更可怕的，是不是有可能有眼转战？零宣传的状况之下，这个类似过去太平洋的古巴飞弹危机，是否可能会真的到来呢？杨老师有怎么看？现在目前已经确定，还是至少有90艘以上的水面舰在整个黄海、东海的集结。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在11月7号高市早苗的发言之后所看到的这个情况。目前我觉得目前还是在集结跟演习的这个阶段，它会不会接下来采取一些真正的任务的行动，不确定。但是呢，可能有3种。第一种就是持续的一种集结演习，产生一种威慑。这个威慑效应当然就是告诉日本、美军，甚至台湾这边，那针对高市的发言，因为高市的发言他提到，就是台湾有事，就台海战争会影响到日本的存亡事态，所以呢，暗示的有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自卫队派兵，而且是跳过美日安保单干的这样子的一种可能性。那他到现在为止不愿意收回，所以呢，大陆这边也不做任何其他的宣示，就是做兵力的集结。他觉得可能你们这些决策者，你们这些保守右翼不太了解，实际上现在中国大陆的解放军的发展，还大概是停留在10-20年前对于解放军的认知。你看今年光是印巴空战到93阅兵这2个事件，其实就显现解放军的就是整个武器的这种精良跟作战能力。因此，他就用这种方式来去有一种威慑。第二种可能呢，那就是有攻击。那这个攻击我们不确定会不会真的产生。我等一下回来讨论。那第3个呢，那就是封锁。这个封锁一定是针对台湾，因为高市自己在去年的时候，他也曾经说台海封锁就会造成日本存亡积态，那你就来啊。不要忘记你还已经讲过了。所以我目前觉得现在在日本、韩国美军驻日美军，甚至我们台湾所有的军队。海防以及国安人员还有情报人员一定是待命的，而且非常的就是说密切会去观察，可能甚至每个小时要提供相关的这些情资然后一段时间他立刻要做一些研析判断。我觉得目前军事层面判断这个比较是维持在威慑的这个效应上，但是你要做最坏的这种就是说打算，因此。这样子的一些怎么打算呢？你当然可能要待命，可能要因应相关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情况的出现。不过我个人觉得大陆这边目前没有其他的理由说这么快速的由演转战，但是呢，也要看日本这边的反应。那所以你看到这几天高市就开始不断的在退回原点做修正，
可是大陆这边觉得你是这样在这个推脱，你在搪塞，哦，没有真的这种就是诚意要去收回，以及面对这个问题，你讲错话，然后你事实上美国都不支持你，因为美国觉得，怎么你走在前面，要我来帮你收尾啊？对，哦，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产生，川普还打电话给高市来去敲打。对，所以现在我觉得紧张的情势是很高了哈。那让日本这边也了解到，自卫队这边一定都会每个小时不断的讯息到防卫省，防卫省到官邸，官邸到高市，告诉他现在大陆在那边90艘水面舰集结，你一定要谨言慎行。我觉得形势其实在日本的政界是非常紧绷的。在中日的这一场争议，琉球地位现在再次的被点火，中国大陆这一回亮了史料，日本则是急着跳脚做反击。今天我们会从几个观点来做出发，包括了整个黑帮渗透的疑云，再加上军事堡垒加速，中日这一场冲突全面升温。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首先，中国大陆这一回拿出的是明日琉球国王社重新打了历史战，北京对日本现在是释放主权的最后通牒警告了吗？第二件事情来看到，日本现在惊爆出来是中国大陆是否有利用黑帮渗透在冲绳搞认知作战呢？到底日本的指控是真情报，还是东京借此要压制琉球的独立呢？最后我们也会来从军事面，请将军帮我们看到，日本现在在打造的是西南诸岛的堡垒群，全面在加速的建设当中，包括了今天会关注的几个大岛军事化都在做。日本是剑指中国大陆吗？解放军接下来会如何的反击？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次的来做关心。我们要赶快来看到的是最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论推上了中日之间的外交冲突，现在爆出的说，真正的引爆点不是在台湾，而是在琉球地位重新被点火。这一回的争议就在于一场展览，我们要来看到，这是来自于新华社的报道，中国大陆的大连的旅顺博物馆这一回展出了这个展示，明日琉球国王社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他们的这个副馆长是这样说的，他说这样子的一个这道的社谕揭示的就是说，琉球曾经是中国大陆的藩属重要的史实，为日本对琉球侵略的历史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一个验证。也就是说，琉球它有明确的指向说它是宗主国跟藩属跟中国大陆藩属之间的一个关系。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日本的内阁当然很生气的回呛说，他们不会对中国大陆的任何的评论发表任何的回应，因为他说冲绳本来就是日本领土，这一点不可置疑。好，节目一开始要请教委员来帮我们特别看到中国大陆这一次展示出的明日琉球国王社有什么样历史意义，能够在琉球独立上面的议题对日本施加多大的压力？委员。到了2次大战的结束的那一天，就是1945年8月15号那一天，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政府承认琉球是日本的领土 ，never。从清朝到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人承认过琉球是日本的领土，这是一个关键。那证据在哪里？证据就是当中华民国从1945年开始统治台湾的时候，做了一件很重要的措施。如果你是在台的日本人，全部遣返回日本，而且遣返回日本的时候，不可以带超过2000块以上的物品的现金，然后珠宝、股票、债券、房地产都不可以带走。可是，在台湾当时有很多琉球人，外观看起来是日本人，可是他的户籍登记上是琉球人。当时中华民国怎么处理？你是我的藩属国，还是承认他是我藩属国人民？第一个，不用遣返回去琉球，不用没收任何财产，然后你愿意留在台湾工作，还是欢迎你留在台湾工作，不在遣返的名单里面。如果你自愿的回去的，补贴你船费回去。那你要入境台湾，随你便。不受任何签证什么签证嘛。这个是什么？宗主国对待这个藩属国，就是保护国对待被保护国立场。就非常像现在的美国跟帛琉的关系。帛琉老百姓进入美国不用签证，
因为你是被保护国，你保护我，我进你国家，我还要签证，你说这个说不通嘛？那中国对琉球是这个态度，那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没有改变？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我知道在中华民国政府时代就是这样对待琉球，清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琉球是日本的领土，还是一再以所谓的藩属国。当然后来这个琉球最早被日本的诸侯叫岛津藩并吞的时候，是改向岛津藩称臣，但岛津藩很贼，你跟中国称臣，我没有意见，继续，但是你要跟我称臣，为什么？因为当时要跟明朝贸易是要有朝贡关系才能够贸易，所以琉球就借着跟中国的朝贡关系，大做中国生意，不受日本的守国政策的影响，岛津藩就利用琉球这种地位，假装琉球人跟中国做生意，所以岛津藩赚了很多钱，变成日本很强权的地方诸侯，也变成明治维新里面的一个很大名级的人物。那因为经济利益，所以中国并不晓得琉球是双重臣属，但是到明治天皇上来以后又不一样了，他直接叫琉球处分，有名琉球处分，叫琉球改名叫冲绳，但是中国的文献里面通通叫琉球，在清朝的时候没有人叫过冲绳。好像到了民国开始有人叫冲绳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中国大陆要去恢复原来的自己的政策，有几个重点要注意。第一个重点就是全部改成琉球，不要再改成冲绳，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的话，要准许琉球人在中国大陆成立琉球国临时政府。就像当时韩国因为在甲午战争打输了这个中国打输，被保护国被攻击了，我保护国有权利有义务出兵嘛。这琉球甲午战争是为韩国打的，不是为台湾打的。然后可是中国当时中华民国时代的时候，是让这个韩国人跑到中国上海来设立一个什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这很有名，要给他钱，给他资助，在那个一大旁边。这是你这个当藩属国被人家侵略，被人家打垮了，你没有能力去帮忙。那你就要允许他们的人在你的国土里面成立这种临时政府，去搞革命也好，去搞外交也好，你要资助他，这是你宗主国的义务所以表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如果很认真的要去帮琉球复国，不管最后成不成功，或者你还是琉球的宗主国，你不承认琉球是日本的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义务去资助协助琉球人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成立什么琉球国临时政府。这不是你的慈善，是你该做的。你到底是不是保护国？你是不是宗主国？那如果你不是宗主国，你不是保护国，你就要承认琉球是日本领土这是两个是一个很国际法上是冲突的东西，你只能二选一，你不能战略模糊，这里面没有战略模糊的空间。好，承接蔡委员刚刚帮我们提到，不过现在其实有更猛的一个指控来了，这一个指控是来自于日本自己的国安单位，他说的是不是中国大陆现在在琉球这边在搞所谓的舆论认知作战呢？我们来看到这个日方的最新指控他说中国大陆是透过台湾的黑帮，也就是这个叫做洪门势力，在冲绳插旗推动琉球的独立运动。那他们就做了一个调查，这调查看起来怎么有点像是电影的情节他说呢，这个冲绳的黑帮续留会干部先跑来台湾，当时呢是和台湾的竹联帮的大佬，也就是统促党的总裁张安乐碰面之后，他们后来又发现了说，其中一名这个续留会的干部竟然是洪门他们在日本组织华松山的领导人，所以他们认为说，是不是这个续留会早就已经被中国大陆吸收了？那简单来说，日本针对中国大陆的怀疑就是他怎么样运作的呢？他就是透过台湾的黑帮，然后呢以毒品的这个利益来利诱包括了整个续留会的成员，并且提供这个续留会相关的资金，让他们可以去做更多的掠夺性在冲绳当地的投资，然后呢再给他们这些假讯息去喂养当地的这个琉球的民众进行渗透跟认知作战，这是日方的说法，目的就是要破坏美日同盟在冲绳这边的部署。日本针对中国大陆的指控，这可信度到底有多高？还是他们有想要抹黑琉球的独立运动？赖老师怎么解读？
毒？这当然是抹黑抹毒嘛，因为日本的一贯手法，其实这没什么伟大跟了不起的地方。我只讲一个案例啊，20年前左右，我那时候从法国巴黎大学回来啊，那时候是当客座教授回来的啊，所以我等于是我又再回去巴黎大学啊，也就是之前我读完博士，在台湾工作一段时间，我又回去，然后我在法国工作一段时间，我又回来。我在政大外交研究所读书的时候，我有一个学生啊，研究生啊，他就是从琉球来的。那时候我一看是我有外籍学生，因为我有一位是法国的美国的这个海军官校毕业的学生啊，也在读硕士班在台湾，然后一个是日本来的，那我就很习惯性的说，这个我们有美国来的同学，一个女生啊，美国人，那另外一个来自于日本的啊同学，那个同学他就举手了，他就说老师我不是日本人，我是琉球人。我在强调，他说我是琉球人。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事实上是道地的琉球人，他清楚的知道他不是日本人，他是琉球人。琉球国是被日本人并吞的，而且是非法并吞的。当时美国的这个海军官校的毕业生，那位女军官上尉吧，她也在那边听啊，她也没有意见啊。这代表什么意思？我讲这段话的意思，也就是说，事实上琉球国它一直存在。而且它是中国的藩属国。我想这次在大连展示出来的琉球国王的这个国王赐，其实就是讲明了，它就是藩属国。到满清的时候也延续的明王朝时代，这都没有问题。美国在当时也有派，就是美国独立建国之后，美国在亚洲也有派一位总领事驻守在琉球国。所以美国知道日本国是日本国，琉球国是琉球国。可是因为琉球国比较小，所以他没有派大使，他只派到总领事级，而派到日本的是大使级的。那就代表什么？美国他承认，他知道琉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一个王国。后来是被日本非法的并吞。好，我讲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就是琉球是被日本非法并吞。所以在1972年，美国结束对日本的统治之后，把统治权交还给日本人的时候，琉球并没有交给日本人，琉球只是委托日本代管而已。日本无权利在琉球建立冲绳县，这事实上也是国际法的规定，日本是违法的，所以日本不拥有琉球，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我还记得我在学生的时候，在台湾，应该在读研究所。我在台北市的罗斯福路，靠中正纪念堂附近，那时候有一栋大楼。这栋大楼有一次我进去的时候，还看到琉球国王的办事处在那边。那而且还看到他们的旗子，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记到现在。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在我们台湾蒋介石、蒋经国时代的时候。琉球国的彝族，他的王族还在台湾所以日本人知道嘛？日本人知道他是非法占领琉球，所以当琉球国被重新提起来的时候，他根本没办法回答嘛。他说我不回答这个问题，不回答，对，你没有资格回答嘛，不是你的，你是非法占领，应该吐回来，让人家恢复地位吧。好，一方面中国大陆借由这一次重新再一次的叙述这个历史，让大家知道这个琉球的地位；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在看说，为什么现在整个冲绳成为中日的攻防重点哦？那现在指向的就是因为在这边正在加速的它的军事还有基础建设的这个建设，包括在日本在西南方向的军事基础建设正在全面的快速的提升当中。这是来自于特别我们看到央视曝光的最新的航拍。看到了说，自卫队在这个奄美大岛，还有包括了马毛岛这个地方，正在加速打造它的堡垒群。那其中我们今天要来特别也关注到画面上这个叫做黑毛岛的建设，2000公尺的军用跑道几乎已经完成了，可以供美军在这边做舰载机的起降训练，大型护卫舰的细泊设施也落成，整个基地的轮廓可以说可以慢慢的看到是成型了。到底这边的战略价值有多大？面对现在日本打造的这个所谓的堡垒群，解放军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将军怎么看？
第一个我先介绍所谓马毛岛，马毛岛其实就在安美这个大岛的北边哈，然后再往安美岛跟这个马毛岛跟这个日本这个鹿儿岛中间那个叫大隅海峡，合理来讲的话，大隅海峡应该都属于日本的领海，因为它如果说两边加起来绝对这个12海里之内都算领海。但是为什么将它划为公海呢？因为便于美军的军舰从这边进出，从太平洋进出到这个东海区域，所以说它日本主动将这个本来应该是它的领海，它将划为公海。那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美日在这个以前来讲都没有哈，最近为什么开始在马毛岛这个地方建立军事设施？第一个当然大陆解放军很明显的，它055大区经常从它自己划定的公海，就是大隅海峡从这边这个进出哈，对日本来讲的话，南边的守卫构成很大一个防守的一个压力，所以它必须要在这边建立军事基地，有效管控大隅海峡，这是它第一个。第二个目的来讲，我觉得他说改成这个训练航母舰载机起降的训练来做这个作用来讲的话，这根本就是骗人的一个说法。在军事上面来讲的话，他如果说他可以利用这个鹿儿岛把这个马毛岛当做鹿儿岛的前沿基地，把马毛岛当做支援这个安美大岛的一个这个后卫的一个哨所哈，然后这个安美大岛再往前面来讲，可以支援到宫古海峡。那宫古海峡也就是大陆解放军，我们听到他的海军进出都是从宫古海峡进出。换言之哈，就是从鹿儿岛可以掩护到这个马毛岛，马毛岛可以掩护到安美大岛，安美大岛可以掩护到这个宫古海峡的作战。所以这一连串的操作下来，很明显的就是要围堵中国在这个解放军从这个第一岛链中间宫古海峡穿出。是，我想这事情如果说学军事的人，应该都可以看得出来，也都明白这个道理。可是现在来讲的话，对大陆来讲的话，他们尔后要发展海权呢，事实上以前来讲他们是陆权哈，大概他的军事实力只限于陆上，海军的实力不强，空军的实力也不强。所以日本跟美国不把这几个岛的军事建设当作一回事，也就重点不是放在这边。但是最近他们有感于中国，不管是海军来讲，我们想说这个军舰成军跟下饺子一样快哈，空军来讲也发展到歼20，甚至于轰6战机可以携带导弹。对日本跟美国第一岛链的防卫哈，这个压力是倍感3重。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必须要加强这几个岛的军事建设，才能够有效的这个围堵中国哈。可是中国来讲，也不是昔日的无下阿蒙，他现在军事实力也慢慢强大。那他已经从陆权走向海权的时代，他未来要走向海权，势必要通过宫古海峡。如果要通过宫古海峡，在这个地方你加强军事设施，我想解放军未来可能几个动作。第一个来讲的话，会这个监视对这几个岛加强军事情报的收集跟监视，掌握到你所有进度，也掌握到你军事设施部署的确实位置，然后将你标定好。那如果说一旦真的是双方在此地开战的话，我想解放军有这个实力，在第一时间将这岛上的军事设施彻底的摧毁。